你是一个最垃圾的辅助炼金术士，只会配置药剂和治疗术，队友嫌弃你太鸡肋，无情将你抛弃，滚！你这个只会做药水的废物。我们找了个圣骑士大腿，比你厉害多了，能扛能奶，可他们绝对想不到，你已经偷偷掌握了禁术人体炼成，只要帮别人治疗，就能复制对方技能。今天是你们小队通关第40层副本的日子，本该是庆祝的时刻，你却被3位队友告知，对不起，你被踢了。要知道，现在退队就等于要从第1层重新开始爬，你2年来的努力全都化作泡影。可眼前的3位，一个是精灵帝国的公主，一个是法师塔议员的女儿，还有个更是当今马良王国剑圣的徒弟，任何一个你都得罪不起。给他们当辅助的这2年，你不光负责配置药剂，还得负责装备设计、制造，再到附魔，甚至制定攻略、定制路线，照顾3位大小姐的生活起居。可就算是这样，每次回城后还是一顿口诛笔伐，说你是个只会吸血的臭酱油辅助，没有任何作用的吊车尾。你这个辅助大帝的默默付出从来不会被看到，痛，太痛了。你看上女法师莉莉丝，只有她会对你时不时表现出关心，可即便是她也只是一脸绿茶的看着你。对不起夏尔，你是个好人。就这样，你凄惨退队，连行李都不给拿走。回去的路上，莉莉丝发现平时的蓝药用完了，为了继续榨干你的价值，她悄悄跟上你。反正你这种舔狗，只要对你撒撒娇，你肯定就会欣然把药剂送上。可这时候有个女狼人找上了你，莉莉丝惊讶无比，这家伙不是战争堡垒的会长卡基吗？出了名的狂战士，他来找你干嘛？可下一秒，卡基居然跪在你面前，夏尔先生，请务必帮帮我。What？ 这还是那个杀人不眨眼的狼人族吗？也不知道你在他耳朵边说了什么。小狼女脸色娇羞，和你一起朝旅馆走去，给莉莉丝都看傻眼了。原来是他的一个队友受伤严重，快死了。他们请了城里最好的炼金大师莱恩，都救不回来，只有求助你这个通关了40层的炼金术士看看。莱恩冷笑，只有这个小屁孩能有什么？我操嘞！只见你掏出一个黑色石头，按在伤者身上，脚下踩着法阵，人体炼成。就这样，死鱼一样的伤者瞬间恢复了健康，他人都傻了。这是贤者之石？你呵呵一笑，我自己做的低配版，刚才也不是治疗，类似于独挡。与此同时，伤者的信息面板也在你眼前弹了出来，正在复制技能鹰眼，正在复制技能精准射击潜伏，正在优化身体。你愣住了，这还是你第一次用人体炼成，没想到还可以复制伤者的技能，顺手把剩下小半块贤者之石按在卡基胸口。小狼女一下羞红脸，夏尔先生，这是？别动，我顺便帮你修复一下陈年旧伤。果然连带着把卡基的战士技能也给复制了一些。不过你盘算过，如果想要把身体强化到像小狼女这样的程度，自由使用技能，每180块贤者之石根本办不到。这边你在闭目沉思，大师莱恩忍不了了，这可是贤者之石啊，多少炼金术士的梦想，你就这样拿来泡妞了？你打开背包，里面整整齐齐码了10几块。莱恩直接跪了，师傅在上，请受徒儿一拜。等莉莉丝从小旅馆离开的时候，满脸显着懵逼，这小子开挂了吧？什么时候变这么强的？连城里最牛的炼金大师都给他下跪。不过他也无所谓，因为在他的观念里，只要白丝一出，到时候你肯定就会立刻跪舔，双手奉上药剂。区夏尔还不是手到擒来嘛？另一边，他回到公会后，圣骑士菲利克斯也来了。他惊讶地发现，这几个大小姐等级是低的出奇，只有30级，是怎么他们打成40层的？精灵弓箭手希尔夫不以为意，只打 BOSS 不打小怪就好了呀。反正每次夏尔都会帮我们规划精准的路线。菲利克斯满脸黑线，那你们之前是怎么在3头地狱犬副本活下来的呢？希尔夫甩出几个空瓶子，当然是夏尔准备的火康药剂啊！反正这是批量生产的垃圾货，火康才200%，早就用完了。这让圣骑士直接哑巴呆住了，200%，也就市面上100%的征服药水都得卖出500金币的天价。而当听到那个批量生产这种药的炼金术师已经被踢出队伍，他心中仿若有100万头草泥马奔腾而过。这种级别的辅助大爹，说踢就踢了吧？虽然很想骂娘，但一想到3位大小姐背后的钛合金后台，怀着吃软饭心理的菲利克斯还是强装笑容。那我们准备攻略吧。在3位大小姐把你踢出队伍之后，很快发现了新问题，工会里没钱啊！原来金币大都被拿来买包包和装饰品之类的了。圣骑士菲利克斯这是吐了呀！要不是为了大小姐们的钛合金后台，他早跑路了。怎么都想不通，是什么样的人居然能伺候这群大小姐整整2年？顿时肃然起敬，没魔药那就只能去买。希尔夫跑到魔药店，却发现你成了这个店铺的大老板。原来之前的炼金大师已经拜你为师，把家产都给了你。希尔夫要了20个蓝瓶，20个女神之泪，20瓶火康药剂。哼，算你识相，刚想伸手去拿，可你果断拒绝。小本生意，概不赊账。莉莉丝撒娇道：“夏尔哥哥，我们可是当了2年队友。”你冷笑，现在知道念旧情，早干嘛去了？不过表示只要让你拿回原先在公会
你的行李，并且把药材员卖给你，非但可以送药剂，还额外附赠一种新药水永恒寒冬。等大小姐们走后，昔日的炼金大师莱恩跳了出来：“师傅，你真的太牛了！你教我的元素周期表简直太神奇。”另一边，3位大小姐开始攻略副本，圣骑士菲利克斯给自己下了一大堆技能，什么圣光啊、勇气全部来了一遍。可等他冲上去扛怪的时候，却发现大小姐们都在摆烂，差点气了吐血。你们在干嘛？希尔夫撅了撅嘴：“你吼那么大声干嘛？态度能不能好点？”菲利克斯脸色一阵青一阵白，强压下怒火：“那你们多少做点什么？”可下一秒，莉莉丝放了一个火海，地狱犬们吸收了火元素，体型都变大了。菲利克斯赛博坦语言都出来了，天知道他骂的有多脏。谁知道这会儿希尔夫又是一根圣光爆炸箭过去，地狱犬们被全部炸飞，甚至有几只被炸到后排。圣骑士傻眼了，什么人啊这是？他只能被迫援护后方，可回防途中还结结实实吃了莉莉丝一招研报术。哦，你干嘛？哎，对不起吧哥哥，我也没想到你会突然冲出来。好在这4个人实力着实还可以，打的又是小怪，总算撑过去了。莉莉丝心疼的看了一眼法袍被烧出一个洞，都怪你突然冲出来，我的法袍都被研报术烧了，那可是初春限定款。这话不说还好，顿时让菲利克斯的腰子一阵刺痛。看他一脸呲牙咧嘴的样儿，莉莉丝表示：“我知道你很痛，但你先别痛，你损失的只是一个腰子，我的限量款法袍可是被烧出了一个洞哎。”到了晚上，看着几个大小姐睡着四仰八叉的样，菲利克斯咬牙切齿：“这群必吃，总有天我要把他们变成我的新怒。”谁都没有注意到，一股黑色的火焰已经悄悄爬上他的手臂，恶作越来越快了吗？时间一晃，很快过去3天，这个昔日高贵优雅的圣骑士被搞得又当爹又当妈，什么生火做饭、指定路线、采集素材，差点过劳死啊！就算是这样，还经常受到队友们的嫌弃，说他做饭没那个什么夏尔好吃。很快到了 BOSS 3头地狱犬的地盘，经过几天的磨合，之前的队友误伤啊、不听指挥之类的事件大幅减少。菲利克斯好一顿臭骂：“都听老子指挥，过不了算我的。”想到这里，他忍不住升起一股自豪感。这么差劲的大小姐们都被他调教的如此老实，那把他们变成新奴的日子还会远吗？可他没注意到的是，站后排的莉莉丝居然直接丢了一个覆盖全场的 AOE 大招毁灭之光。菲利克斯忍不住破口大骂。在这股不分敌我的攻击下，他被炸了个浑身稀巴烂。凯瑟琳和希尔夫也是躺在地上爬都爬不起来。这俩大小姐第一次面对名为死亡的恐惧。好在关键时刻，莉莉丝掏出了你给的那瓶永恒寒冬，一瞬间刮起暴风雪， BOSS 的腿都被冻住了。众人趁机逃离。他们这边灰头土脸的走在大街上，反倒是听到小狼女卡基那边的消息。据说他们一路高歌猛进，在打第39层植物 BOSS 的时候，直接用了你调配的秘药百草枯， BOSS 树妖原地枯萎升天啊！路人们纷纷赞叹，感慨夏尔大师的神之技术。这位大师之前到底在哪里任职？怎么现在才出现？3位大小姐脸都绿了，脸下最重要的还不是别的，而是经过这一次的失败，他们的药用完了，而且还没有金币。可他们绝对想不到，你还会附魔装备，你造了一把火冲，并且在枪管内附加了10几道增强魔法阵。大人，时代变了，打 BOSS 还是这玩意儿好使。这天，圣骑士菲利克斯来找你附魔修复铠甲，并且开出了极为高额的报酬，48层才会掉落的珍稀道具太古邪魔之眼。任务报酬过高，你虽然怀疑，但还是接下了这单。可没想到，等菲利克斯穿上修复好铠甲的时候，却突然魔化，在大街上肆意破坏，差点一剑把你给砍了。好在你用复制过来的技能潜伏，才勉强躲过。拖延一会儿后，教会的女牧师马尔蒂达总算来了，一个圣光术下去，让他恢复冷静，接着带回圣殿疗伤。这场事故也让大家对你的附魔技术表示怀疑，上门的客人骤减，但只有你自己知道，这一切都是菲利克斯在自导自演。另一边，法师塔内，莉莉丝来找母亲借钱，她老妈是踏进等级80的法神，可老妈却表示最近资金都用在竞选法师塔第7席的议员上了，爱莫能助。不过她倒是对你炼制的药剂永恒寒冬药水很感兴趣，这种魔药居然造出魔法才有的效果，这样的技术必须掌握在自己手中。为了报仇，你伪装成牧师，拿上十字架，偷偷摸到菲利克斯的病房，趁大家都在做祈祷的时候，一根注射剂狠狠扎了下去，直接给他腰子干麻醉了。哦，菲利克斯，我的老朋友，没想到能在这里遇见你。周围人以为你们是旧伤时，眼睁睁看着你把他搀扶出了教堂。可等到了实验室后，你露出了真面目，让他2选1，
是要被练成巫妖呢，还是无头骑士失去理智的菲利克斯彻底疯狂，嘲笑你是个被踢出队伍的废物？那3个大小姐早就被他调教成了星怒。你笑了，既然你这么喜欢星怒，那我就把你改造成魅魔吧。可菲利克斯狞笑，太古邪魔之眼在你徒弟手上对吧？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现在应该已经陷入恶堕了。只要你放过我，我就求神母大人帮他清除恶堕。听到这儿你笑了，丝毫没多想就把这个圣骑士改造成了魅魔。不过你突然想到个主意，把这家伙的灵魂给提取出了一半，和10几块贤者之石融合成了一只小狗，然后把魅魔一脚踹到贫民窟，流浪汉们一拥而上。这时候莱恩也出来了，他此时已经中了疯狂。正当你准备给他来一发美式居合的时候，他却扑通一声跪下了。师傅，求求你再给我布置点作业吧，我真的好想学习啊！侵害里皮蓬，多么美妙的化学式啊！你一阵无语，恶堕会让人内心的欲望无限放大，合着您最大的欲望就是学习？用贤者之石给莱恩来了一发人体炼成回档后，这个美妙的夜晚就结束了。当然，也有很多人会问，徒弟莱恩为啥对你这么忠心耿耿呢？你肯定是没有做什么。当然，你到底有没有趁着夜色用人体炼成，偷偷改造徒弟的大脑，这个谁也不知道。第二天，莉莉丝又来了，实在是没钱啊！她脸色羞红的表示，在大街转角看到一只神色不清的魅魔，看来昨晚有不少流浪汉光顾了她。可让她更惊讶的是，这魅魔居然就是她曾经的队友菲利克斯。他的真实目的还是要找你再要2瓶永恒寒冬药水，悄悄从包里拿出一条温热的黑丝，就2瓶。你的回答很简单，一个字：爬。3000金币2瓶，童叟无欺。莉莉丝眼睛滴溜溜一转，计上心来。跟你说了，法师塔已经盯上了你魔药店的消息，怎么样？这个消息值不值3000？你神色凝重，给了他2瓶永恒寒冬，打发走以后，问起莱恩，发现最近确实有很多法师正在大批量购入永恒寒冬。莱恩也跟你说了个新发现，他在你的笔记里看到了什么人工智能 AI 之类的东西，他打算把太古邪魔之眼当做接收器和处理器，再改造一下，就能像 AI 一样响应指令，再加上有了会放圣光的小狗，以后再制作圣光类道具就方便多了。另一边啊，3位大小姐的营地中失去了圣骑士之后，他们就只能再找个大冤种了。莉莉丝小声提了个建议，我看夏尔的道具做的的确是挺不错的，要不我们把他招回来？谁知希尔夫白了他一眼，那种生活类职业做的东西城里到处都能买到，正好精灵帝国里有几个自由人，他跟母后打声招呼，找个德鲁伊过来，他们找了个新大腿德鲁伊瑶光。可打副本的时候，德鲁伊就发现不对劲了，这仨大小姐怎么等级都这么低，而且打起来伤害就跟刮痧一样，就你们3个是怎么爬到41层的？总算在瑶光这个大爹的全力输出下，有惊无险的清掉了小怪。3位大小姐都一脸懵逼，不对啊，这一次伤害怎么这么低？他们想起来，以前打副本之前，你都会给他们灌一种极其难喝的魔药，难道说是因为以前有药效增幅吗？精灵弓箭手希尔夫立刻反驳，不可能，区夏尔怎么会有这么大的作用？一定是我们还没熟悉新装备，不知道经历多少曲折，大爹瑶光才带着他的3个腿部挂件来到 BOSS 面前。可不同于小怪，3位大小姐的伤害连 BOSS 的血皮都蹭不掉，被一顿吊打，眼看希尔夫就要死在狗爪下，瑶光咬牙变成了巨熊，怒吼道：“他喵的熊的力量！”才把 BOSS 掀翻在地。莉莉丝见状，趁机往 BOSS 嘴里倒了2瓶永恒寒冬，被冻成冰块，大家这才乱拳打死老师傅。通关后，众人灰头土脸，是个傻子都能看出来，刚才通关全靠了你炼制的那瓶魔药。想到这儿，3位大小姐不由思考起来，当初把你赶出队伍，真的是正确的选择吗？正巧这时你也牵了一条狗走了过来，哟呵，大家玩的呢。还是凯瑟琳第一个忍不住开口：“夏尔，之前让你退队的事情，我向你道歉。你现在重新加入我们团，有这位德鲁伊大师在，一定能让你平稳登上50层，成就半神。”可你却笑了，要不要听听看你在说什么？反过来邀请瑶光加入自己的队伍，你们甚至都不如我的这条狗有用。他说的当然是大实话，这条狗可是会放圣光的呀！精灵弓箭手希尔夫怒了：“侏罗，你找死！就你这种最垃圾的生活职业，也想单刷10连之塔吗？做梦吧你！”可他绝对想不到，你已经通过治疗复制了上百个技能，什么魔力护盾啊、精神力屏障，各种辅助技能都在，更别说你手上的枪还附魔了几10个魔法阵，一枪过去 ，BOSS 原地下跪啊！很快你们就一路杀到了第30层，这份战绩传得满城风雨，大家都知道了，一个生活职业居然靠单刷打到了30层，这种违反常理的事情，很快引起了各方势力的注意。首先就是莉莉丝的母亲所在的法师塔，她表示你制作的药剂已经能和强力魔法媲美，这样的技术人才必须掌握在自己手上。其次是圣堂教会大牧师马尔蒂达觉得你所展现出的神迹定然要为神所用，不然就是叛神亵渎。再者是精灵帝国的女王，自从看了女儿希尔夫带回来的剑士之后，她就惊呆了，因为这个剑巅上刻着10几个诸如破甲、贯通、神速之类的魔法阵，羽毛上则是精准、稳定等附魔。这种技术就连帝国内最好的工匠都做不到其1/3。
希尔夫笑了，老妈，这种东西是那个下贱的人类批量生产的。女王一脸懵逼，批量生产？不行，这个叫夏的人类必须要拉拢，派出帝国内最好的神将，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学到这门技术。临行前，他反复叮嘱神将，记住，千万不能引起这个人类大师的一丢丢反感，他极可能是某位隐居的长生种。另一边就是马来王国，凯瑟琳回来找自己的师傅剑圣墨菲诉苦，谁都想不到马来王国的实际掌权人剑圣竟然会是一只小萝莉，而且极少说话。凯瑟琳的佩剑是你打造，他在观察完毕后立刻决定去见你，剑上有道的气息。凯瑟琳都蒙圈了，被自己看不起踢出队伍的废物垃圾炼金术士，居然能让敬爱而又强大的师傅这么看重。于是马来王国的剑圣萝莉决定来你店里一探究竟。这天你在店铺内打造装备，忽然发现一个蓝毛小萝莉就静静坐在椅子上。莫非对你的打造方式表示好奇，总是念叨着什么人体工学、力的分解、受力角度之类的新奇台词，你还以为是谁家孩子跑出来了，抱过来在怀中一顿乱抓，摸摸头啊捏捏脸，这下可把剑圣大人的 CPU 都给干烧了。他无敌于天下10多年，从来没和男性有过亲密接触，这人居然敢如此造次！就在这时，大门被一脚踹开，只见凯瑟琳火急火燎冲了进来。夏尔，你有没有见过我师？我操你！看到在你怀里羞得满脸通红的墨菲，凯瑟琳整个人都哑巴呆住了。不过他在师傅的眼睛里看到了杀气，敢说出我的身份，你就死定了。他只能硬着头皮配合师傅演戏，说是师傅要出资5万金币，请你打造一把武器。可谁知你还没开口，小萝莉先说话了：10万，剑圣有钱。这短短一句话给凯瑟琳 CPU 都干烧了，师傅这是咋了？上赶着送钱呢？看到师傅一脸乖巧的样，凯瑟琳开始了疯狂脑补，原来师傅为了学习知识，居然能做到这等地步吗？不愧是你啊，老师！在凯瑟琳走后，你准备进入试炼之塔，小萝莉表示爸爸太久没回家，要和你一起顺道去找找。于是你们一路攀登试炼之塔，在31层的时候碰到了一群说要找你签名的粉丝，不过你无情拆穿，这些人身上都有强烈的魔法波动，显然不是一般人。果然他们对你发动了合围，好在你复制过上百个技能，明面上等级虽然只有23，实际上相当于49级的战力，更何况还带着条会圣光的狗和一把附魔无数的枪。魔法对轰开始，对面砸过了上百个魔法飞弹，你只是呵呵一笑，大人，时代变了，一枪过去，一条雷龙喷出，对面人都傻了。不过他们也学聪明，改用精神魔法攻击，借助石头的掩护，你根本拿他们没办法。可就在这时，老法师发现脚下怎么滚过来一个圆圆的东西，发生什么事了？接着就是轰隆一声爆炸，老法师当场倒地，痛，太痛了！他最后想抓小萝莉做要挟，还好被你及时拦下，抓起老法师打算拷问。你践踏魔法之神的权威，我是什么都不会告诉你的。可你一个治疗术下去，就复制了对方的催眠、幻象等技能。老法师双眼痴呆，在你的催眠下，毫不犹豫说出了幕后的真正主使，那就是莉莉丝的母亲，法师塔80级的半神奈洛大人。这会儿小萝莉神情古怪，你在保护我吗？那不然你这么弱不禁风的，这让死在他手下的远古巨龙怎么想？但对于他来说，已经不知道多少年没听到过我保护你这句话了，感觉有点特别。接着你把小萝莉一把抱起，揉揉小脑袋，好了，咱们准备露营休息，明天一早我就带你去找爸爸。莫非安姨眯起了眼，不知道为何他忽然希望你一辈子都不要知道他剑圣的身份。等回到魔药店后，天色渐晚，凯瑟琳上门拜访，他是来看看师傅咋样了。谁知这回你看小萝莉无家可归，准备留他下来过夜。 What？ 凯瑟琳都蒙圈了，你们特别的有问题啊，怎么就一起过夜了？而且看师傅的模样，居然还有点迫不及待吗？跃跃欲试！连忙阻止，夏尔，请立刻停下你的危险行为，否则我将以马来王国法律第156条拐卖儿童将你逮捕。可话还没说完，就收到了师傅的精神传音，马来法律我定的。凯瑟琳整个人都懵了。另一边，由于偷袭你的计划失败，法师塔的奈洛头疼不已。这时候莉莉丝出来献了个计策，虽然你不好对付，但你的徒弟莱恩多少也掌握了你很多技术和知识，找他和找你效果差不多。你还运用现代知识和元素周期表，在魔法世界造出了电视机和直播设备。你让剑圣萝莉拿着摄像机全程直播你打副本的风采，在屏幕中的你一边火枪一边手雷，所过之处怪物们被你炸得痛不欲生，纷纷直呼大人，时代变了。你的3个曾经的队友大小姐脸都绿了，什么时候这个夏尔
尔变得这么强了？难道之前一直在隐藏实力吗？路人们纷纷感慨，你之前本来只是一个队内兢兢业业的辅助大爹，就是因为当初3个大小姐嫌弃你太废物，把你给踢了，这才含泪开启了单刷模式啊！这叫什么？明明有一个大爹摆在我面前，我却没有好好珍惜。这一句句讥讽调侃的话语，气得精灵公主谢尔夫浑身颤抖，她还在嘴硬，我就不信这么一个垃圾的生活职业能够靠自己单刷超过50层。另一边，教会的大牧师马尔蒂达发现了你试图用直播鼓励大家都去挑战世界之塔，这会动摇到教会的统治。他当场就用链家砸了你用来直播的大屏电视，可忽然原地跪下，原来脑海中收到了神明的旨意，神对这个东西很感兴趣，想要自己亲自看看。另一边，你的面前出现了一个小光人，他自称神明，对你造出的摄像机啊啥的很感兴趣，决定征用。可谁知你小手一伸打钱，这个小光人都潇洒了，嘎嘎嘎嘎嘎！小子，你还是第一个敢为神明讨要报酬的人类。你没说话，只是把手往前伸了伸。神明咋了？神明也不能当白嫖怪，我要一键3连！小光人大笑，嘎嘎嘎嘎嘎，有意思有意思，让我看看你在想什么哦。神明又如何？我可是坚定的无神论者，我又不是哪些哈皮信徒，只要一到神语，就会把屁股都现出来。原来如此，原来如此。他每说一句，你的脸色就会难看一分，这还真是个大佬啊！读心术，小光人拍拍肩膀，哎，别紧张，毕竟是个神，读心术都不会，也太没逼格了吧？我和你聊天还挺好玩的，我已经几十万年没这么开心了。不过你说的也是，毕竟你不是我的信徒。来来来，把这玩意儿给你，就当专利费吧。说完一巴掌抽上来，你脑瓜子都懵了。我与神明画押，神明给我一个大逼兜。不过随着巴掌进来的，貌似还有某种东西。剑圣莫非倒是知道是神明给了你某种权柄。果然啊，你小手一挥，旁边的行李就消失了，看来是类似空间系的能力。而且你还可以用意念操控空间内的零件自行组装，也就是说，你战斗之前把原材料都塞进空间，就可以一边打一边配置药剂，什么徒手搓 AK、捏核弹什么的都不是梦了呀。哦，我懂了，给大家详细展示一下是啥样的。有了这个新功能，你带着剑圣准备先回家一趟，可刚到魔药店却发现这里成了一座废墟，硝烟不断飘起。徒弟，我徒弟呢？仔细一看，莱恩就躺在废墟中，半边身子都被炸没了。这种情况就连贤者之石都救不回来，你眼眶都红了。这还是到异世界以来第一个对你掏心掏肺好的人，莱恩却虚弱道：“师傅，这辈子能遇见你我已经够了。年轻时我老婆和人跑了，当时穷困潦倒，年纪大了，虽然有点成就开了店，但感觉这辈子就这样了。还好遇见了师傅你，为我打开了化学的大门。”他掏出一颗小球，师傅，这是我给你做的生日礼物，还好没坏，希望你不要嫌弃。祝你生日快乐。说完就闭上了眼。你哭了，这个便宜徒弟怎么就这么走了呢？这附近魔力波动这么强烈，一定是法师塔的人干的，还是自己太大意，让莱恩一个人留守店内太不安全。就在无尽懊悔的时候，一个胖胖的精灵走到面前，请问你是夏尔大师吗？滚啊！没看到死人了吗？胖子有点尴尬。大师，你能让让吗？这人还有的救。从怀中掏出一个碧绿色种子，这是生命之种，在我们精灵帝国也是极其稀有的珍宝。胖精灵表示他是精灵帝国的首席神将，只要你肯收他为徒，就帮你救人。这下莱恩的命总算是保住了。你查看了一下店内的留影石，确认了犯人就是法师塔的那群家伙。这会儿小狼女卡基也赶了过来，你恳请他帮忙借一点钱，你要购买原材料杀上法师塔。可小狼女尴尬的表示，夏尔大师，我们公会的钱全充了你们店的 VIP 了。正当你苦恼的时候，剑圣小萝莉走到你面前，将一张金卡塞在手里，100万金币，任何一家马来银行都可以取。听到这个数字，你人都麻了。这他喵还是个小富婆？莫非拍拍肩膀，这家伙现在都没看出我是剑圣，也是离谱。在围观的人群中，大小姐凯瑟琳死死盯着你，不是吧？师傅居然把那张金卡给了他！师傅，这是什么呀？别乱动，这可是为师的嫁妆。想到这儿，他倒抽一口凉气，难道说师傅你？不可能不可能！很快就把这大逆不道的想法给甩出了脑海。在复制了一大堆技能后，你为了给徒弟报仇，前来单挑传说中的法师塔。可围观群众们马上发现了不对劲，夏尔大师怎么什么装备都没带，双手空空如也啊！但只有你自己知道，所有零件材料都存放在精神空间内。现在你就是能徒手搓 AK 的人形机器。法师塔外层的护盾非常复杂厚重，可你不慌不忙摸出一个小球就启动人工智能，自动解析魔法阵最薄弱点，接着徒手练成了一根空气炮，一炮下去，魔法阵都给炸
炸了个稀碎，一时间地动山摇。在法师塔内的莉莉丝紧张不已，母亲大人，夏尔已经开始攻击魔法塔了，这样下去不妙啊！谁知奈落呵呵一笑，真当法师塔外面50多个防御指阵开玩笑呢。可谁知话音刚落，一声爆炸就在窗外炸响，法师塔被轰出一个大洞，这一下是啪啪打脸啊！奈落此时内心还是比较淡定的，区区夏尔一个生活之夜能翻出什么浪花来？让莉莉丝带着法师大队出去迎战，自己一个80多级的半神法师亲自去对付他也太掉价了。片刻后，莉莉丝带着一票法师出门，语重心长的劝说你，夏尔，现在认错道歉还来得及，不要酿成大祸。可话还没说完，你徒手捏了门激光炮，一声巨响过后，看着身边被炸得七荤八素的法师大队，莉莉丝不敢置信，夏尔，你疯了！指挥着剩下的法师们疯狂释放法术弹幕，面对漫天的弹幕，你身边的人工智能迅速分析出对应方案，张开防御立场，拦截下了80%的火力，唯一剩下的部分也被你用激光炮给点了。这一下，所有围观的吃瓜群众们都给惊呆了。天啊，没想到一个生活职业炼金术士真的能做到单挑法师塔，如此情景，奈落也坐不住了，只能亲自出门对付你。夏尔，今天我就让你知道一件事情，半神之下皆为蝼蚁。80级的法师果然不同凡响，只是一出手就召唤出一颗盖住整个屏幕的超大陨石。在这种碾压级别的法术劲头面前，任凭你花样再多也没得办法，毕竟等级差摆在这儿，只能咬牙保住蹲防，希望被砸到的瞬间用贤者之石疗伤，还有一丝概率存活。可预想中的剧痛并没到来，取而代之的是一片风平浪静。只见到剑圣小萝莉墨菲站在你面前，小手一抬，那颗陨石就跟按了暂停键一样在空中定格了，接着一剑劈斩，陨石直接碎成了渣渣。这一幕给你 CPU 都干烧了，感情我一直抱在怀里乱绕的小萝莉居然真的是剑圣啊！墨菲道，我们半神打一架，小贝的事情他们自己解决。奈落真的是吐了呀，这马来王国的剑圣怎么会站在你这边？这一下他没法出手，你开启了火力全开模式，炼成法阵浮现在脚下，手中疯狂搓出 C4 炸弹，一个接一个丢出去。就这样，奈落也被打得没了脾气，只能乖乖认从。在提出和女儿一起抓住未来的一系列条件后，你接受了条件，解决完法师塔，你继续开始挑战试炼之塔第50层，并且全程开启直播。经过一番苦战后，你干掉了 BOSS， 通关第50层也是冒险者正式晋升为半神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中，神明会授予你钱饼，并且有预言会昭示你未来可能达成的结局。在第一个结局中，希尔弗、莉莉丝、凯瑟琳3个妹子都反过来成了你的舔狗，她们一个比一个娇羞，对你互相争抢。从此以后，你过上了幸福的生活。第二个结局是你登上了马来王国的宝座，所用无尽财富迎娶了剑圣墨菲，从此一统天下。第三个结局是莉莉丝和奈落一起抓住了未来，你带领法斯塔称霸大陆。第四个结局是你带领着圣堂教会，背后都长出了8只翅膀，手持圣剑，统帅十字军，把全大陆都归进为教会成员。大牧师马尔蒂达人都傻了，不是神啊，夏尔不是被称为祸乱之源吗？他为什么能带领整个圣堂成为救世主？吃瓜的群众们都看懵了，夏尔大师也太狠了吧！马来国王、法师塔之主、圣光救世主，还有他当不上的玩意儿吗？好了，炼金术士系列到此第1季就宣告完结喽，感谢大家一路追番呀！本作改编自番茄小说手机端的作品，不要小看生活职业，后面的剧情有点不能播，简单来说就是太棍勇了，你们懂的。感兴趣的话，大家也可以自行查阅，目前进度在小说55章。那么我是猪猪，我们下个电子榨菜系列再见啦，拜拜。